前代罗布三兄妹的实力究竟有多强？他们比臭家兄弟到底强在哪里？而他们的罗布水晶又是从何而来？虽然说在罗布 TV 以及官方小说中，并未提及前代罗布三兄妹的战力几何，但是从一些细节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他们都是单体实力的巅峰。在上一期的故事中就有说到，罗布三兄妹在没有成为奥特曼之前，已经是宇宙中非常有名的雇佣兵了。从小就开始锻炼搏命的战斗技巧，经常游走在极具残酷和危险的任务中，以血肉之躯对抗怪兽都是常有的事儿。而上一个这么出名的雇佣兵就是加古拉。最终三兄妹靠着硬实力，从外星人黑帮和怪兽的围追堵截下，甚至在保护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的情况下，硬生生爬上了欧50的战士之巅。因此相比较毫无战斗经验的臭家兄弟，前代罗布兄弟的实力可以说是断层的碾压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在臭家兄弟被选中成为奥特曼后，其实也继承了前代罗布兄弟的体术。在泰迦剧场版中，臭家兄弟与外星人雇佣兵展开了激战，用体术几乎做到了完胜。在前代罗布三兄妹获得光之圆环给予的力量后，其实跟刚成为欧布的红凯类似，起初都是基础形态，而且体术也很强的红凯也需要适应这股力量。就像他刚开始对战怪兽的时候，连光线的压枪都不会，加古拉看了都捉急。而罗布三兄妹的后续战斗历程虽然没有相关视频，但在官方小说中都有提及，他们不仅要完成光之圆环派发的任务，还要完成被称为银河中唯一的正义星际联盟的任务委托。而这样的战斗历经了多久呢？虽然官方没有具体说明，但是作为对比就能一目了然。风马是继红凯、罗布三兄妹第4位从行星欧50获得力量成为的奥特曼，而他的年龄也在泰迦广播剧中有过提及，已经5000岁了。因此，比风马更早获得力量的罗布三兄妹，就当他们的年龄也是5000岁。去除罗布兄弟战死的1300年，那也有将近3700年。这期间几千年的战斗经验，足以锤炼罗布三兄妹的战斗能力了。因此，你可以看到，在罗布 TV 中，当美剑杀鸡看到臭家兄弟羸弱的战斗后，认为他们根本不配得到他2位哥哥的力量，并且在与臭家兄弟的战斗中，仅凭自己化身格尔吉欧女王的力量，就打散了2兄弟融合的罗布奥特曼，甚至还来了一波吐槽。最后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前代罗布兄弟拥有着大量的罗布水晶，使得他们可以使用更多的技能。而且在罗布 TV 中，前代罗布三兄妹败给了鲁格赛特，罗索布鲁力竭战死，身体直接化作了无数的水晶。从这些水晶中就可以看出，他们体内究竟蕴藏了多少力量。我们来逐帧分析下，这里面不仅有各类奥特曼的水晶，还有各种怪兽的水晶，甚至你还能看到一些离谱的水晶，无限赛罗水晶以及捷德的水晶。但罗布兄弟能够经常用到的水晶，就是风火水土4大水晶，这几个元素水晶可以使罗布切换成其他形态。臭家兄弟也是用这些水晶解锁了烈火形态、月水形态、大地形态、旋风形态，而其他的各类水晶也能让他们使用水晶相应的技能。在罗布 TV 第4话中，臭火海获得了教练送给他的赛罗、赛文以及艾克斯的水晶。在后续的战斗中，臭火海接连使用了这些水晶，用水晶对应的技能击败了怪兽。那么有朋友就要问了，前代罗布兄弟的这些水晶到底是怎么获得的？除了在战士之巅光之圆环给予的火水晶、水水晶，使他们变成了各自的基础形态，其余的水晶都是在漫长的战斗旅途中获得的。在各种各样的冒险中，罗布三兄妹战胜了相应的怪兽，而他们的罗布回旋闪光会将那片土地所拥有的记忆、残留思念结晶化，生成相应的水晶。美剑则获得了相应的怪兽水晶，并且从格尔吉欧波恩一路进化到格尔吉欧女王。而2位哥哥获得的奥特曼水晶，大概率和欧布获得其余奥特战士的卡牌类似。在欧布 TV 中，奥特战士们在遥远的过去封印了相应的魔王兽。如今欧布在战胜魔王兽之后，用欧布圆环回收了奥特战士封印的力量，成为了欧布圆环能够使用的卡牌。而罗布兄弟则是用回旋闪光回收这些力量，成为了水晶。这就是罗布水晶的由来。而在罗布 TV 中出现的所有水晶，除了臭朝阳的真谛水晶，都是前代罗布三兄妹遗落的水晶。以上这些足以证明罗布三兄妹都是单体满级号。那么有朋友又要问了，既然前代罗布三兄妹都是满级号，那为什么没能击败鲁格赛特？那场大战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罗布 TV 中只是展现了一部分，其余的我们下期再说。